西双版纳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世代住在雨林里，衣食住行都源于自然。外地人来到版纳，一般来说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这儿的这食材好多都不认识，闻所未闻。雨林给人类的馈赠往往是超过我们想象的。那这个地儿呢，是中国科学院版纳植物园的野菜园，种的都是这儿的人会吃的这种野生植物。咱们可以感受一下这儿的食材多样性。Hello， 又见面喽，刘校长。见面。刘光宇老师，然后这是傣族的讲解员，我叫依印。你好。然后这个是胡冰星，你好。他之前在青藏高原做过环保志愿者。哦，在版纳最大的期待，一个是看到雨林，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昆虫。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野菜园。我们云南就是能吃的野菜植物特别多，总共设计了400多种。那很多植物看起来好像都是不能吃，但是由于当地人几百年来的一个尝试，还有驯化，然后就变成了可以吃的。比如说我们这边这种，这个植物很有意思。对，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含羞草。对。这个名字的话叫雨叶金合欢，豆科的，本身是一种野生的植物，被我们的祖先发现后，哎，这个植物的嫩尖可以吃呢，而且就是很好吃呢，所以就把它驯化引种到自己家的庭院。大蒜味儿。闻到了哈。如果你现在去餐馆说我要吃雨叶金合欢，人家不知道，因为在我们当地就叫什么呢？臭菜。哦，您早说呢。早说可能您就不闻了。不，早说我们有心理准备。但是这个菜呢，闻着臭，吃起来挺香的。我们现在可以采一点，来，胡老师，这个就交给您了哈。好嘞。主要是它的嫩尖煎鸡蛋，是傣家的一道待客的招牌菜。哦，傣族的灵魂菜之一，这个是。啊？但手上不臭呀，采完以后。那是你采的不够多。天可能是会伴随，而且这个味道的话，一整天可能会伴随着你。这个味道，这个全身都长着刺儿的，这个也可以尝一尝。这个吗？啊，对，嫩尖就采这个地方。哦呦，对，这有刺儿，这有刺儿。这个啊，好，尝一尝，啥味道？就这样吃啊？从它的茎到它的叶都可以尝一尝，啥味道？有点那个，有点苦。苦的。这个药店里都有卖的药，它的名字叫刚毛白乐，但是在我们当地就叫刺五加。为什么会用这些菜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热带地区的虫害特别厉害。在版纳，你想吃原生的白菜啊，是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你种出来虫子先把它吃掉，所以留下这些都是臭的、酸的、苦的、辣的。啊，就是虫子不要吃了，人吃。虫子不太爱吃的。但恰恰这些植物它营养价值很高。对。这个非常棒，这个很甜，这个叫大花甜金。它的形状呢？月牙。象牙。啊，象牙哦。象牙啊。哎呦我很喜欢吃这个。看，哇，已经有一个先吃了。哇，毒鹅。它会咬人吗？毛会蛰人。毛厉害这个。它是有4把刷子，一般人最有本事也有2把刷子。对，4把刷子。你看这个虫直接就吃了，但是我们人吃的话，这个托给去掉，就是吃它的花瓣。我发现吃花一般都是把花托跟花蕊去掉。对。水焯过一道之后就是素炒。有这么多种野菜，然后每种野菜有不同的烹饪的方法，对吧？然后每种野菜，这个吃什么部位，那个吃什么部位，这些经验是不是很长这个时间里面总结出来的？对。全是来源于这个生活的经验，是吧？对。我们这边的人刚来到岛上的59年的时候，其实没有吃的，那个时候就，
但是我们到寨子里面去，发现傣族其实吃的很多，大大小小，光吃的种类就快接近1000种，然后再加上它各种加工的手段，我估计有2、3千道菜，非常了不起。对于吃这件事来讲，当时那些大学生说没得吃啊，然后傣族人说不全是吃的吗？这个就是古代版纳没盐的一个神菜，叫盐夫木。盐夫木我们当地方言就叫盐巴果。哎，就是那种这种上面的酸中带咸。嗯，古代不像沿海有海盐，云南地区好多地方就没有盐。没有盐的话，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是很好的一个带盐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不是氯化钠啊，不是那个，它只是有咸味儿。对，相信在最早之前那批人，他们真的是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真的是一个去尝一个去试。他们必须要生存下去吧，生存呢跟食物就紧密相连。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人跟自然已经那么的亲近，可能跟之前大家的所有的探索、寻找都是分不开的。这里掉了好多鸡蛋花。哦，鸡蛋花。对，我们头上戴的鸡蛋花。啊，煮汤、泡茶都可以，也可以油炸。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其实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更近，就是我们其实上是利用现代科学的体制来认知蚁，但是傣族人1000年前就开始在认识这些，他有一套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知识体系。先民探索出的野果野菜，使人们不必开垦更多森林去种地。版纳各族人民以最少的人工付出，从大自然获取了最丰厚的馈赠，用最朴素的智慧，维持了雨林的生态平衡。这个是杂菜汤哈。对，这看不清楚。杂菜汤就是这点麻烦，一盛就是一大坨。您拿点。好，我来。您在这儿经常吃吗？这个我经常吃，我喜欢这道菜。我每回吃杂菜汤，我都不明白，就是它怎么那么鲜。对，就是其中的几个东西，臭菜、芭蕉心、甜菜，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也不放味精，但它就那么鲜，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很假的感觉，真是很假，一个油花都没有，感觉像放了只鸡似的。对，是吧？就跟那个清鸡汤似的，炒完之后把上面油撇了。你们再尝尝那个臭菜鸡蛋。臭菜煎鸡蛋是傣家的一道招牌菜。大蒜味儿，这吃不出来。是，现在它叫臭菜鸡蛋，然后给你一种心理暗示。然后一入口，哎，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很香，而且那蝶豆花是可以生吃的。对，那我刚刚一直以为你们说的豆花是那种豆花。这不错。那鸡蛋花炸的也挺漂亮。对，是这样。这个一般是带贵客的时候才上这个鸡蛋花。哦，因为过去傣族人普通人家一般不种，有点苦啊，口感。中间有点苦。我们刚开始也不习惯，各种各样的苦。我们比较喜欢吃像那个臭菜鸡蛋啊、杂菜汤啊、烤肉啊、烤鱼啊这些。但是待的久了，你慢慢也会转向跟他们的习惯一样，就喜欢吃带苦味的。那种苦味之后，你回甘的那种感觉。这些都是属于是比较传统的人们利用雨林的这些方式，如何把这种雨林里的经济作物种的跟这个雨林和谐共生啊？因为这些经济作物，现代的经济作物往往是破坏雨林的。以前人们愿意留着雨林，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向雨林索取馈赠。到了现代，思路变了，大片森林被单一作物取代，绿色沙漠的阴影开始笼罩这片古老的土地。今天就带大家走进一片郊野，感受一下橡胶这种植物在西双版纳的种植情况。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橡胶树，
这个树上绑的这个是瓦。对，这个就是割胶的胶瓦。嗯，每天晚上会从这里割一个树皮，割一刀，然后这个橡胶就会顺着这里流下来。每天啊？每天晚上。啊，这是正在割呀。每次的话可以从两侧或者一个螺旋状，割下来之后给它插一个叶舌，然后呢就割。如果你割浅了浇不出，割深了这个树死得快。哦，你看它刚好磕到了它的乳管，哦，它每个点都在冒，它冒着流到一起。那橡胶就是近代文明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产物，就是跟汽车工业在一起发展起来的。跟石油、煤炭、钢铁称为4大工业原料。早年清代的时候，如果你是个贵族，你坐在车上，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轮子是木头的，上面没有胶，很颠呀。我们都坐过那种车，我们拍古装戏的时候坐马车都坐那种，是吧？对。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时候，就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来到这里种植橡胶树，需求量非常庞大，所以只要适合的地方就全部森林砍掉，差不多占据了西双版纳30%左右的土地。这片就是传统的管得比较好的林子，他们就觉得植物之间是竞争的关系，所以有橡胶，别的就要清掉，这样的话它不会增肥增光。但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讲，非常恐怖。这个像这样的森林，水土流失是非常厉害的。我看这块这个土都暴露出来了，这是不是下雨冲的？对，版纳的雨是非常猛的，它雨滴本来是这么小的，啊，经过叶片之后就会变成这么大的，变到3到5倍，变成水然后就柱了。滴下来。滴下来，如果是常规的它森林的话，一层一层的截流，它不要慢慢的掉下来了吗？现在它啪直接掉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渐石，就是渐石是森林变简单之后对土壤一个更严重的侵袭。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身处不同的阶段，很多事情的认知和理解，其实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的，然后发现问题，然后去做出改变。我觉得每个阶段可能有每个阶段需要做的事情吧。这几年橡胶价格是在下降吗？巅峰时是30几块钱1公斤，今天的价格应该是在14点几这样的。其实这几年好多这农民就不想打理这个橡胶林了，然后他们一不打理，就出现情况就是下边的植物马上生长起来，然后生长起来之后呢，就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云南有一群大象进到橡胶林里边待了1个月，是吧？待了1个月都不出来。按理说这橡胶林绿色沙漠它根本没得吃，但是它竟然能待1个月，说明这里边有那么多的食物能让大象吃。所以我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就是我的印象中，这一直是绿色沙漠嘛，结果它竟然能养活大象，所以这个说明还是人管理的一个问题。人类的管理让橡胶林变成了绿色荒漠，完全不管理呢，生物多样性倒是提高了，却无法采收了。种植经济作物就必须牺牲自然吗？其实，版纳的先民早已开发出了两全之道。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基诺山的古茶岩，这位是基诺山乡的基诺学学者张老师。我叫张云，这是汉族的名字，那我也有基诺族的名字，叫包么。包么，姓包啊？啊，姓包。你们是父子联名制？父子联名。我父亲是飘包，那么儿子就包么，这样来的。是要最后一个跟对，像贪吃蛇一样的连接起来的。哎，这个很有意思哦。好了，咱们来到亚诺古茶山。古树茶参的话，大约就是300多年的古树。那么周边的这些是后期人工来栽植的茶。这个古茶岩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森林，里面是一个茶岩。为什么基诺族会选择这样的栽种方式？
我们过去的历史也是选择了高山，山高的地方就是可以栽茶，低矮的地方我们就栽植其他的水稻和橡胶其他经济作物。这些树是刻意的留的，还是当时砍的时候就是没砍干净，所以是这种情况？是刻意留下来的哦，因为我们这里的植被啊，结出来的果子还有一些果是可以吃的。哦，当地农民呢就把它留下来，比如说野生的红毛丹，还有那个大梨果，我们都可以吃的。大梨果，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兰花，你看。啊，有一个很漂亮迷你的兰花，寄生兰啊，花，附在上面的，附生。一个小兰花。任何的经济林都涉及到破坏森林，但是就是看你要破坏一个什么程度。他们这种应该是属于扰动比较低的，保留了很多大树。这个树还是经过这儿的人精挑细选的，它既是这里的原生树种，对当地人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呢有足够的多样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人跟自然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带来的是一个好结果。这个场景就很说明问题，各种层次的植物都有。对，最上边是大乔木，中间这个是个茶树当灌木，这下边有草。对，眼看就是一个森林，走进来是个茶叶。这些大乔木还可以给这些茶树遮遮阴，比那个纯暴晒产量啊什么的品质要好一些。分层的森林不仅能吃能用，还带来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刚才这一路看见很多虫子了。不是说哇，岩春这一种，不，它会它会尿尿，小心。特别是不能尿到你的眼睛里，有毒啊！尿的。这个衣服太酷了，跟龙哥的武装技人一样。大垫肩，还那种将军的春大统领，春大统领。我现在被小杨老师带了几次，我看见昆虫，已经是迎上去了。以前拍动物都是用长焦，现在开始考虑要换微距了。你看他们就喜欢吸这个茶果的汁儿。哇，这个叫什么？油茶宽盾春。但说实话，它这个颜色在这个植物里面非常的明显，非常显眼。哎，这个盾春更漂亮啊！看这个，是金蓝色的。哟，哇，又有一个蜘蛛。你看它织的网是金色的，它现在嘴里有东西。你看，这就是茶园蜘蛛了，开始吃害虫了吗？茶园蜘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天敌昆虫。茶园里边尽量少喷农药，怎么控制害虫？往往是通过蜘蛛。这种是结那个漏斗网的蜘蛛，对，漏斗。它平时躲在里边，然后一旦有东西落出来，落在上面，它就窜出来把它拽回去。这儿虫子真不少。因为它有大树，它生态就更加的多元，各种虫子就更多。茶叶取的是嫩尖，虫子吃的则是果实和老叶。茶园里的肉食性虫子还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保留下来的大树分流了害虫的数量，也招引来更多的害虫天敌。版纳植物园运用这样的智慧，在植物园里把不同高度的经济作物混种在一起。我们现在来到就是版纳植物园的复合农林期，我们在这里就是橡胶树跟各种不同的植物汇合种在一起。这一侧的就是我们的橡胶跟茶叶。你像我们在垂蕉林里面，它的动物多样性是很低的，但是像这种交叉复合农林里面，蜘蛛就超过接近300种生活在这里面。那这个林子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昆虫。我们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昆虫达人，就是酱油精。你们好，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认识昆虫的人。那么我们直接从这边走。因为茶园的话，其实相对于热带雨林，它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生境。那么雨林里面，虽然我们一般认为它的多样性很高，各种物种的数量都很多，但其实它的多样性确实是高的，但是数量不一定多。反而在茶园里面，我们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可能找到很多数量比较多的各种生物。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寻找昆虫的话，可以用3种比较常用的方法。第一种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去寻找，然后第2种呢叫做扫网，就是用网去扫周边的植物，如果上面有虫子的话呢，就会被扫到这个网里面。那么第3种方法叫做震落法，就是用我们的雨伞来收集一些受到危险之后会掉下来的虫子。这是收集很多装死的昆虫常用的方法，用木棒或者是用手去打这个枝条，纯是用震动啊。那么这种震动其实是比较可控的，对植物来说影响是几乎是没有。我们可以往这边走一走，因为很多日行性的昆虫，它们会对阳光有一种很明显的趋性，就是爱待在有太阳晒的地方。哎呦，这边有一个在西双版纳人见人爱的昆虫，在这里。兰花螳螂。长得像那朵花。对。哇，运气这么好，哇，竟然打到兰花螳螂了。一般的研究是认为它是拟态成花朵的样子，然后去吸引那些来访花的昆虫，它们叫做进攻性拟态，就是跟一般的防御性的拟态还有点区别。他们版纳园刚有一个研究说，它上面这些花瓣的形状可能是兜着风，便于滑翔用。对，会飞的。是有点空气动力学的结构。把它放到一朵花上拍。那边有一种有趣的蜘蛛，但是不仔细看，基本上是找不到它。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树上有没有什么生物？看到了。刚说完就发现了，你好棒，那么大，这还不小啊！一只盘蛛，厉害哦！这是会伏击经过树干上的虫子吗？是。哦，遇到危险跑得很快，速度相当快。这种蜘蛛很聪明，它脚上都是毛，假如它从树上掉下来，它能像那个磁悬浮一样，在空气当中重新找到树皮，回到树皮上来。哇，那个嘴巴太吓人。比我想象的要有智慧的多，他们会伪装成树叶的颜色啊、枯木的颜色啊，非常聪明。有一个昆虫，它吐出来的丝，真的像一个非常精美的建筑物，是像一个太空舱的感觉，而且还是悬空的。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妙了。它化蛹的时候，它就会把自己身上的毛一根一根的拔下来，搭成一个茧。它为什么要这样搭？因为版纳是高温高湿，它这样搭有个好处，透气性要好一点啊。它还在上面涂上一层丝，这样的话就既能防止一些捕它的动物，然后自己又可以在里面很舒适，相对要凉快很多。这边有一只红黑雪台蛾在睡觉。对，这个台蛾漂亮，就是这些雪台蛾，你得拿它当骰子看，它们上面这点儿每种数量不一样。这儿有一只，这儿有，已经发现了，这个不是吧？来一个，啊？哦，不是，这是茶花，干掉了茶花。哦，自从拍了《一路前行》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眼睛不好使了。好多他们都伪装，对吧？尤其是虫子，是的，伪装成叶子、树枝什么的。感觉看时间长了，觉得都是绿色的。这边有一只有趣的蜘蛛，大头蚁蟹蛛，拟态黄金蚁的蜘蛛。哦，它模仿它是为了什么呢？吃它，吃它。哇！我想吃你，我先把自己长成你这个样子。你怎么能那么快就辨别出它是蜘蛛还是蚂蚁？看气质。气质，气质啊。那我猜一下，是不是蜘蛛偷感比较强？口感比较强，蚂蚁就比较淡定。其实也不一定，我感觉白天的蚂蚁也是很活跃的。那我再猜一下，是不是因为蜘蛛是模拟蚂蚁，所以蚂蚁的那个身体它的那个比例更协调和匀称一些？啊，是的。您觉得这是蚂蚁还是蜘蛛？蜘蛛。哎，是吗？已经掌握看气质这个分类法了，太厉害了。又是比较经典的拟态蚂蚁的蜘蛛，红黑蚁蛛。胡老师，你要不转行吧？过来跟我干，我罩你。好。从物种的丰富程度上来说，差异非常明显。这片林子里就
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昆虫，而每一株植物啊，你不管是大树还是那个灌木啊，不管是高的矮的，它都生活了好多的生命。所以你不要小看任何的一株植物，可能它会给其他很多的生命提供生存的空间。我们这次看到的虫子里边啊，蜘蛛、蜻蜓、螳螂啊、蚂蚁都是捕食者，说明这儿的害虫的天敌又多又丰富，所以这样的茶园就用不着喷药。只是在橡胶林下种上茶树，生态就能变得这么丰富，简单又有效，还增加了收益。茶树呢又喜欢适当的遮阴，这样做也符合茶树的喜好。其实不仅是橡胶，任何一个单一种植，它对环境的破坏就很严重，所以套种是一种很棒的思维。这片林子就是铁道木跟咖啡混种，对，都结咖啡豆了。这个咖啡豆熟了，咖啡好甜啊，生果的很甜，果子很好。全中国99%哦，亚洲99%的咖啡都是从云南出去的。就说在我们热带森林里面，除了橡胶是第一名的话，再往北一点点就是咖啡。咖啡就大量的森林砍伐，就种植咖啡。这里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咖啡品种园，就是从60年代就开始收集咖啡，现在300多个品种。这儿还挂着一个那个。哦，你看啊，这是那个旋剪机锋的那个机锋的剪，它那剪就是这样悬着的，所以叫旋剪机锋。这就跟一栋大楼似的，住了好多不同的住客。这儿有黄荆蚁的巢，它的巢是在树上的，不是在地上的。拿几个叶子，然后呢，这个成年的这公蚁啊，叼着自己的幼虫，这幼虫会吐丝，叼着幼虫在这儿来回织，就把这个叶子给包在一块儿了。你看这几只，打结呢，这在。叶蚁，那这几只就是用牙跟腿把这树枝拉在一块儿。我觉得它们可聪明了，它们会聚在一起，把树叶就像用针线缝合好的感觉，而且缝合得非常好，就形成一个三角立体的一个空间。我真的觉得它非常厉害。这个黄荆蚁就是吃各种各样的虫子啊，所以就是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天敌昆虫啊。这是最早的生物防治案例，人们会故意的就把它巢剪下来，放在自己的柑橘园里边，让它出来吃害虫啊。你看，你摸摸它，这蚂蚁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就要攻击你。对，厉害。因为蚂蚁在自然界里太厉害了，一般没东西敢惹蚂蚁。哎呦，你看，哇，就开始咬了。你看，把我这肉这水都给咬出来了。它在吸血？它不吸，它就是咬我，使劲咬，各种咬。哇，还会旋转。哎呀，好疼啊，这个蚂蚁。哎呦！赶紧把它弹走。咬我了。之前一直是听他们都在说这个黄金蚁特别厉害，咬人特别疼。哦呦，我终于知道它咬人有多疼了，真的，超出我的想象。就像拿了一把很尖的小镊子在皮肤上这么夹一下。没吹我身上吧？去咬你去。你看这个生猛哦。哇，这翻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是翻了一坨肉回来了。看看他们要把这一大块肉拉回这里面。哦，这个是个巨大的工程啊。其实他们那个窝的那个洞口非常小，那块肉看着还挺大的。就是我眼瞅着他们到了那个洞口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迟疑，然后就开始旋转到可以刚好能够入那个洞口的那个角度，就进去了。哎呦，我真的觉得太了不起了。像这种林子啊，它一个是天敌昆虫多样，一个是食草昆虫多样，然后还有就是传粉昆虫也需要一个多样性。对，像这种园子其实招传粉昆虫呢还算方便，因为有地方可以种花。对像在城市里边，就需要一些昆虫旅馆啊、昆虫酒店这种的来招引这些蜜源植物。之前在住的酒店也有看到过这种昆虫酒店。
老师好。哎，你们好。哎，你们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昆虫酒店吗？就是昆虫住的酒店。啊，对，可以这么理解。这些特殊的住客呢，是我们的这个传粉昆虫。蜜蜂啊，蝴蝶啊，都算传粉昆虫吧？对对对，是。那为什么要专门给传粉昆虫来搭建这个酒店呢？因为传粉昆虫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是个很渺小但是很伟大的这个物种。它就是本身是食物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它又因为在花卉之间帮植被传播授粉，所以它对于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都有很大的这个益处。我们昆虫酒店它其实是给我们这些传粉昆虫一个落脚点，特别是独居的那些传粉昆虫。同时呢，还有一些本身是群居动物，但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的干涉啊，它们可能会失去它们的同伴。所以我们希望在酒店的一个小角落，我们能给到它一个符合它生态环境的一个小空间。那它们是可以共享这一个空间吗？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我们昆虫酒店的一个样板间，里面放的这些每一格都不一样。对。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昆虫，就是在模仿它们的一个生活的习惯。这个酒店挺好，没有前台，都是自助的。对，自助入住，非常自由。看了我们的样板间，也想请我们各位老师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搭建，完成一个昆虫酒店。好，我先大概拼个样子啊。这个是中间的，基本上是这么个结构。好吧，我知道了，来吧。好，哎，那花嘛，有点点撞歪了嘛？歪吗？这边高。这就是我们建筑的风格，不要动。等会儿我看一下啊。这样挺好的。是风格就是这样。这块板歪掉了，这块被画出来。再来。那边，侬那个块拿下来，那个块拿下来。改变策略。我先把这个钉上去，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歪了。这个歪不歪？还是歪。好了，再来。歪不歪？歪。啊？我跟你讲，人家建筑风格就是这样的。那也不能住危楼啊。算了，我改变战术了啊。这里支一块，我们直接定这个吧。哎呦。平了，我这平了啊！我这平了呀！平你个头！怎么不平了？特别斜，这里很斜，这里好像对不太上。没事，它上面有个顶呢。所以呢？所以没关系啊，就露着是吧？对啊，请允许它漏缝。这角度有点卡脱了。没劲呀，我有顶呀，真呀，不出来。如果就这样，你拼乐高是不是拼到最后突然发现第一个步骤错了的话，那肯定要重拼的呀。所以他不拼乐高。我跟你说，马上那个木工活的综艺节目要来找我。匠人精神，倔强的匠。好了，可以了，老了不得了。这个地方嘛，又不会有大象踩进来的。昆虫呀，你就允许它松一点，好吧？求你们了。人家住就要走的，不是常住。哎呀，都说了，这为难自己了好吗？哦，你看多好，有顶的呀。哦。嗲，你让来啊！我们要弄到东西挺多的。我们从天亮盖到了天黑。甲方，我们封顶了。好，我们来做验收了。挺好的。哎，顶不能那个太用力。动了是吧？啊，还是整个的这个框架还是非常的稳定。保证稳定。
我们下面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给这个昆虫酒店来做软装了。里面我们所要做的这个填充物呢，是要跟我们的这个动物的习性、它们习惯的这个生活环境相关的。我们一直知道现在应该好好的保护环境，但有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该去怎么做。像我们自己去搭建那个昆虫酒店，让我感触还挺多的。老师也说，其实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利用自己家的阳台搭建一个小小的昆虫酒店，让这些昆虫有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我就觉得哦，其实我们只要处处留心，多去花一点心思，其实我们从自己的身边很多细节方面都可以做到。这边右转。哦，是在那个花后面吗？是的，周边有非常多的这个花，我们会把这一个叫做适合我们昆虫去居住的一个微生境。我们希望它的整个的酒店的环境是足够优秀的，各种颜色的花卉能够吸引到不同颜色的昆虫，水源能够有一个地方能够喝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吸引到了一些蜜蜂的过来哈，希望它们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昆虫酒店的第一批的住客。我们为这个酒店起个名字吧，繁花似锦。好，没问题。繁花似锦，昆虫酒店开业大吉。昆虫常被视为需要远离的生物，但随着环保意识提升，人们逐渐认识到，与昆虫和谐共处，对自然有益，对人类也有益。基诺山，就是一片原始的热带雨林。这个森林就是郁郁葱葱的，一年四季几乎都是这种常绿的状态，而且里面的古木大树非常多。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是里面有一棵超级巨树，真的？真的啊！我见过很多古树，但是我觉得这棵是最壮观的。你看，这是一株超级古榕。哦，这个，它的每一个枝条又向下延伸，形成一个独木成林的一个景观。这个的名字叫高榕。您判断这多少年了？至少是在500年以上，我觉得。榕树是长得比较快的，但是要长到它这么大的很少很少。少数民族每年都会来祭祀这棵树。就一是它四季常青，就给人一种生命力很茂盛。像小时候看童话故事的时候，里边描写的那种树，一片树就是一个森林。我们来这儿就感觉自己很年轻啊，是吧？我觉得好美，绿色跟远处的这个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就感觉像一幅画一样。我觉得植物是有灵性的，当我们闭上眼睛，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只能听到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还有一些昆虫扇动翅膀啊，或者是鸣叫发出的声音，就觉得很美妙。我经历了它的一次生长，哦，从它是个小树苗开始，观想了一下它是怎么长成这么大的。可能跟它的根靠着，和心灵相通了。一棵古榕树，见证着这片森林的悠久历史。它屹立数百年，也承载着当地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这几天下来，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知识，也看到了好多没有看到过的自然风光。希望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么多自然风光，了解到这么多的植物啊、昆虫啊这些知识之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去把保护环境融入到生活当中，当成一件自己的事情。看了单一种植的橡胶林，在植物园里面也看了理想化的实验田，也看了这个古树茶园。这个里面它需要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就是一方面你要保证人的安全和收益，另一方面就是你要保证其他物种的生境
任何一种激进的方式，或者说任何一种急功近利的方式，都会对某一个环节造成破坏。所以，我想那个分寸和平衡是大家需要通过长期的那个实践去总结、去探索的。千年的智慧证明，人类活动可以与自然和谐共存，而平衡的关键正是留白，给森林喘息的空间，给万物生长的自由。自然从不辜负善意，当我们学会退让，它就会回馈以丰饶。这一期，我们见证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结识了众多环保实践者。小亮老师建议，最后一站回到他的老家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顶级的科学殿堂，那里不仅是科技创新的核心，更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前沿阵地。咱们今天通过一个小实验，造一张纸，剪，好多实验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厨房技能的基础。对。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镇馆之宝啊。哦呦，就是在古墓里边发现昆虫还是很少的。早年从18、19世纪那时候采集的这些标本，哇，这大爪子！你这武松打虎，对不起你。射雕你射的可能就是这金雕。对不起，我们俩今天都是来谢罪的，对不起。